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人生的天职是什么？你接下来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还有就是塔罗牌和神谕卡给你的一些指引和建议。那在我们面前呢，分别有4组牌，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选择一组和你们连接最强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择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呢，第一组牌我看到，从牌面上的整体信息来看呢，你们今后人生的天职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会涉及到金钱或者说金融、财富方面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教育，会与各行各业的人沟通，团队协作。你们还会帮助很多人走出困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不仅仅会启发很多人，你们自己也能从你们的工作当中得到很多启发和顿悟。对。那么目前你们的状态呢，就是这张权杖侍卫。那身为权杖侍卫的你们呢，可能是一个好奇宝宝，对什么都有好奇心，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所以说目前你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可塑性的，你们的未来依然有很多的可能性。那么第二张牌呢，它是宝剑8的正位对。我觉得可能说你们这种过度旺盛的好奇心反而会让你们有一些迷茫，因为你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呢什么都做得不精。对。那么第3张牌呢，它是星币国王。你们人生当中的这份天职呢，能够创造很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呢，就是说星币它体现的就是金钱方面。对，可能说你们创造，那这个星币呢如果不用金钱或者财富来解释的话，就是说你们能够创造的这种价值呢，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用金钱来衡量。对。而且抽到这张牌呢，说明你们目前的话有非常强烈的财富渴望。你们可能说每天都要想着怎么去赚钱，或者说你们非常想要通过金钱来证明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存在的价值，向身边的朋友或者父母证明自己的能力。同时呢你们未来的这种从事的工作，或者说你们的天职会涉及到与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对。或者说你们未来的话很有可能会组建一个自己的小团队你是这个团队当中的核心你会通过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行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对。但是呢接下来的这张星币9呢，我就能够看到虽然说你们现在的这种状态有一点点纠结，就是说一部分你们呢是特别上进特别积极的，但是这张星币9的正位呢，就是说你们内心当中还有一个自我就是特别想让你们放弃努力，当一只咸鱼一只无忧无虑的咸鱼。所以说你们内心当中的一部分自我呢，也非常渴望那种每天吃吃喝喝玩玩的生活。所以说星币9的正位呢，这张牌在我看来非常的有趣因为你们的脑子里边始终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一只无忧无虑的咸鱼。但是呢其实你们还是蛮纠结的，因为这张星币国王呢就代表着你们对于未来的理想或者说追求。但是一部分自我呢又会想要去做一只咸鱼，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人生也会很开心，对吧？所以说那我看到这里的话，就想起了叔本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团欲望，得不到便痛苦，得到了便无聊。我们人类就是在痛苦和无聊当中摇摆。但是我觉得呢，叔本华的这句话太过悲观。因为无聊和痛苦之中呢，还有我们努力想要寻找的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它就是幸福。
那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这个平衡点啊，让它既不那么痛苦，也不那么无聊，而这种平衡点呢，就能够让我们刚刚踩在幸福的这种节奏上。对，那么我看到啊，最后一张塔罗牌啊，它是圣杯四，所以说，这张圣杯四它也意味着自我批判和自我审视。可能说，每当你们出现这种不劳而获的想法的时候呢，你们就会，你们的另一个自我就会跳出来鄙视自己，对，所以说你们还是非常要强的，对，所以还有那个圣杯四这张牌，它所预示出来的信息呢，就是你们目前的性格上面有一些问题，对，你们可能还不太会拒绝别人。那在你们今后的工作当中呢，你们的这种性格特质会给你们带来比较多的烦恼，因为你们不好意思或者说不忍心去拒绝别人。但是呢，这张牌的出现就是在坚定的告诉你，你要学会拒绝别人，你要学会考虑自己的感受，无论是在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对，那么这张牌呢，还让我看到啊，你们可能说对目前的现有的工作啊有一点点不满意，对，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到达了一个瓶颈，或者说觉得自己目前所做的工作不能给你带来足够的成就感，让你感觉到很无聊。那么这4张Life's Purpose 神谕卡也是给我们关于我们未来人生天职方向上的指引啊。首先呢，第一张牌它就是 Healer， 对。那么这种牌面上传递出来的信息呢，就是你们未来的工作会帮助疗愈到很多人，对。那么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帮助和疗愈，那你们的这种天职呢，也会积累非常多的福报，它可能不会在你们这一世体现出来，但是你们的下一世一定就会过得非常的轻松。那抽到这张牌的小伙伴们啊，可能说你们一部分人会有从事这种心理咨询师或者说某方面的咨询工作啊，又或者说医生护士，那么你们的这种工作性质呢，会给别人带来极大的心理安慰还有安全感，对。而且呢，这组牌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还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对，因为我看到了这张 speaker， 对，演说家，还有一个 spiritual leader 啊，对，精神导师，所以说你们从小到大也是一个非常有主意或者说非常有想法的这样一个人。那么在日后的话，关于你的工作或者说你未来的天职啊，你会涉及到经常的出差，或者说启程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啊，它可能甚至都不在国内啊，它可能在国外，你会你不仅仅会读万卷书，你也会行万里路。那么呢 Speaker 这张牌呢，也说明你未来的这种工作或者说天职呢，会涉及到很多的这种语言的交流，或者说甚至是一个人的演讲。而且呢，这张 Spiritual Leader 呢，也说明你们其实是有非常强大的这种精神能量，对，你们的这种自我觉察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你们身边的朋友都会不自觉的向你寻求一些关于人生和爱情方面的建议，对，所以说你其实是很适合当人生导师的。那所以说我看到这组牌的话，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你自己。你们有很多的缺点，因为你们的这种懒惰或者说拖延的小毛病，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你们啊，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能够给社会创造很大的价值，你们也能通过那一份工作证明自己的价值。那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对。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第二组牌我看到整个牌面所显示出的整体信息呢，你们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呢，也和你们自身所携带的这种非常有创造性的表达和你们独一无二的思想有关。所以说你们未来的天职呢，
很可能是和艺术、设计，或者说美还有创造性的这种表达有关。而且我看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内心当中其实会有一些叛逆，或者说不安于目前的现状，你们想要得到更多，你们想要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这种不甘落后的进取心，对。而且呢，我看到塔罗牌这当中的这个星币五啊，还有一个死亡牌，对，你们目前的这种工作呢，可能会接触到或者说和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打交道，你们会见识到这个世间的百态，而且呢，我看到你们目前的这种工作压力会非常的大啊，它甚至会影响到你们这种恋爱的运势，所以说你们现在恋爱的运势就是圣杯二啊，圣杯二的逆位这种状态，你们的工作呢，可能说占据了你们绝大部分的时间，你们甚至没有精力去谈一段完整的恋爱，而且呢，我看到你们自身对于自己未来也是非常的焦虑，要求和期待也是非常的高，那么这反而会让你们非常的疲惫。那权杖10就是你们目前的这种状态，你们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同时呢，你们还会非常的焦虑啊，这种不甘落后的焦虑也会鞭策你们不断的想要得到更多，变得更优秀，变得更好，所以说你们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完美主义者，你们不会要求别人怎样，但是你们会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而这张宝剑国王的逆位呢，说明你们目前在工作上面可能是一个非常谨慎的状态，你们非常注意自己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在工作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说的一些话得罪身边的人或者同事啊，你们对于职场上这种人际关系啊，会感到很头疼，因为你们就是那种心直口快的类型。那么这张那么这张宝剑的逆位呢，就说明你们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会好心办坏事，或者说你们说的话会被别人曲解，产生误会。那这是你们接下来要注意的事情，谨言慎行，不要逞口舌之快，对。那你们未来的天职呢，除了和这种创造力的表达有关啊，还和你们目前内心当中的渴望有关，对 ，Heart's Desire。你们目前内心当中的渴望呢，我看到可能说会和你们实际现在所做的工作，或者说你们期望的工作会有一点点偏离，那我看到这张牌呢，就说明你们未来最终会选择追随自己的内心，而且你们会在未来考虑开展自己的一份副业来追求自己内心当中真正的渴望。那其次呢，我会看到你们未来会通过一些肢体活动，比如说瑜伽、冥想来放松自己，或者说通过这种活动来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与灵魂，对。同时呢，你们未来从事的这个工作或者说天职呢，其实你们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对。那么这个天职呢，它会让你们沉浸在其中，让你们非常享受这种创造的过程，对，因为我看到了这张 Builder，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你们能够看着自己的进度条一点一点的在提升，你们也享受自己不断努力接近目标的这个过程，所以说这张牌它就说明，未来你们会朝着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的，就像一个工人一样，不断为自己的这种梦想或者说人生的目标添砖加瓦，同时呢，你们也是自己梦想的设计师。那我看到这张 Infinite Abundance 它和权杖10呢是两张完全相反的状态。那么我看到这张牌呢，就说明你们在做某事的时候呢，或者说当你们在追逐内心当中的某种渴望的时候，或者说你们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们的状态呢就会充满了这种富足，对，这种富足呢就是你们人生当中激情和热情的来源。那么你们能让你们内心当中充满富足的这件事情呢，就是你们以后人生的天职，你们要遵从的内心的指引，对。那我还有看到这张 Animal 对，
那这张牌呢是你们的动物守护灵，他们在这种视频里边呢向你们发出的信号就是让你们勇敢的追随自己的内心当中的指引啊。那么它还有一种提示呢，就是说你们自身可能也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对，你们每天的这种工作呢也会看到或者接触到一些小动物。那么最后一张塔罗牌呢，它给出的是一种领导力，对，那这种领导力呢，可能说是你自己领导自己的能力，你自己是自己的精神导师，也可能是你领导别人的能力。那么这张牌出现呢，就说明你们的未来会踏上一条自我指引，或者说你能够给别人指引的这样一种方向，有可能是你们自己以后要自主创业，或者说带领一个团队要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或者人生价值。那么这种领袖的气质呢，就是我们一个人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取得多大成就的关键所在。而且你自身能够散发出的这种领袖的气质呢，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你的梦想，并且选择追随你。对。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对，希望这组视频能够给大家一些指引和启发。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第三组牌的话，我看到整组牌给我的感觉是，我看到你们的人生天职可能是需要非常严谨的逻辑和一套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而且还需要很多年的学习才能够有所大成，需要你们不断的精进和磨练自己的技能，而且还要保持终身的学习。因为我看到这张天蝎座啊，对，你们的天职就是你们在实际工作当中能灵活运用，不仅能够灵活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也就是说你们实际工作当中所运用到的知识和你们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是有区别的，对，所以说天蝎座这张牌需要你们灵活的加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再配合上你们的经验，才能够在你们的工作当中表现得越来越出色。对，那么这种工作呢，给我的感觉，因为这里有一张正义牌，对，所以说它给我的感觉是更像是跟法律、医学或者说国家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啊等等相关的工作啊，也有可能是需要极高的这种智商，对，可能是金融或者计算机，他们有很强的规则，需要你按照规则和逻辑来处理工作，而且你们的天职呢，属于那种越老越吃香，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你们的经验会不断的越来越丰富，而且呢，我还看到这张处女座，对，还有这张女祭司，所以说你们在工作当中呢，你们的个性也是非常的认真严谨非常的可靠，你们对细节的把控特别的到位，对。那这里的女祭司呢，也说明你们在工作当中是那种一丝不苟的个性，而且呢，你们在工作当中会表现得非常的理性，那么这种理性呢，会让你们在工作当中极少犯错，而且这张星币6呢，说明你们的这种工作或者说你们的天职是非常非常受人尊敬的。但是呢，我觉得你们的工作或者说你们工作当中所遇到的挑战呢，更多的是双子座这张牌，对 Gemini， 因为单单是处理工作上面的这种事情呢，你们完全可以应付得来，因为你们自身就有着这种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理性的思考方式。但是呢，这个双子座说明你们在工作或者说你们的天职不仅仅要处理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还需要处理或者说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而这才是你们最头疼的，而且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呢，其实并不是你们真正擅长的，因为你们擅长按照规则和逻辑去处理事情，因为规则和逻辑它的定义是非常清晰的，但是人际关系之间呢，有很多地方它都是很模糊的，
说不清道不明，所以说它让你们很难把握这个尺度。而且呢，我看到你们的工作可能说需要多人的协作来完成，所以说这也会加大你们工作当中的这种挑战性和难度，因为它需要不断的去沟通协作，而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冲突，甚至是误解。而且呢，你们的天职可能也需要你们在晚上去熬夜加班，因为我看到这张梦文牌，对，所以说这对你们的身体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损耗。同时呢，因为这张月亮牌呢，你们也是很容易在晚上的时候呢，真正的去展现自己敏感又脆弱的一面。对，那个理性的自我只是你们对外展现出的一个面具。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们就会卸下这层面具，其实你们的内心是非常需要呵护的。所以说你们也会在晚上非常的情绪化甚至是因为一件很琐碎的小事就会情绪崩溃。那未来的话，我看到你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职业上的转变，对，可能是一个飞跃或者说一个完全不同的、完全崭新的机会展现在你们面前，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你们在工作上也会更加受到身边人的信赖。因为你们更加的稳重，经验也越加丰富，同时呢，你也会变得更加的有魄力，在工作当中更有担当，你会获得更大的空间，对，这种更大的自由 freedom 去舒展自我，不再变得谨小慎微、畏首畏尾。所以 Nico 我看到了你们在未来当中可能会收获到的这些成长，我发自内心的为你们感到高兴。你们的未来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你们的未来还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对，希望你们现在保持这种上进的态度。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我看到第4组牌，选择第4组牌的你们呢，是放荡不羁、爱自由的那种类型。所以关于你们的天职的话，只能说这组牌它不会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可能说你们的这种想法也在不断的变化，很难去捕捉到一个你们真正想要从事的工作，因为你们对自己的未来呢也不是特别的笃定。但是我能够看到你们在工作当中是有着自己的要求和标准的。首先的话，你们在工作当中是能够不断的踏出自己的舒适圈的那种类型。因为圣杯8就是你们可以不断的放下自己所拥有的，然后去追求新的自我去探索一些新的，甚至是自己也未曾尝试过的领域。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你们追求的工作呢，是这种能够给你们很多发挥的余地和空间。你们不喜欢自己被条条框框的约束所限制死，同时呢，你们也不喜欢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或者说待在一个地方，你们希望能够活动起来。我看到你们自己的话也非常注重你们最终的这个天职与自己的性格或者说气质是相匹配的，因为你们永远都是那种大胆的去尝试和冒险，同时呢，你们也会非常注重工作带给你们的这种成就感。对，所以我感觉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以后很有可能会从事的职业对，是自由职业，或者说创业，或者说自由的这种艺术家，或者说反正就是没有很多的约束，能让你们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这种潜力和天赋的这种工作类型对，我看到了这种非常大胆、热情、敢想敢干的特质。对，但是呢，你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这种思维太过活跃，因为我看到了这张圣杯7。你们可能会出现那种特别
容易胡思乱想啊，有的时候就是3分钟热度，想一出是一出。所以说你们这种奇奇怪怪的想法呢，它反而是你们拥有强大创造力的一种体现。你们的这种灵感呢，就来源于你们的思维，而且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呢，或者说你们现在从事的工作呢，也有可能和这种思维啊、艺术创作之类的有关。对，所以说我看到你们的自身的这种思维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呢，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你们宁愿把自己的时间呢都浪费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哪怕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让你们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所以说我感觉这组牌的你们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你们宁愿把自己的时间都浪费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面，哪怕这件事情暂时没有办法让你们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而你们赚钱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以后在面对你们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拒绝掉。对，所以说你们的状态呢，就是总是在不断的去寻求新的刺激，同时呢又会时常感觉到无聊。总之呢，我就是看到了这种你们自身所焕发出的这种青春的气息啊，这是一种青春的源泉在涌流。所以说我看到了你们其实是可以成为任何人，你们也可以从事任何的职业，因为我看到了满满的活力与能量。所以说你们日后的这种天职，或者说你们从事的工作，很有可能说是自由职业，或者说创业，或者说以一种非常自由的工作形式，不需要为任何人打工，也不需要听命于任何人，你们会是以这种非常自由的形式存在。那么这3张占星神谕卡呢，第一张它就是双鱼座。对，你们是那种拥有迷之自信的人啊。对，你们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虽然你们也不确定，但是呢你们告诉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天生我材必有用。而且呢我看到双鱼座的你们其实对于人生的理解是异常深刻的，你们拥有超越自己年龄的成熟。而这张水瓶座呢，也是你们自身的这种能量特质啊，非常活跃的思维能量。对，你们的脑洞也非常的大，你们也拥有这种非常强大的创造力，还有很强的表达欲啊，你们也会渴望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被别人理解产生一些共鸣。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的你们的话，一定是来自于星星的孩子啊，你们有着超强的灵性天赋和直觉。所以说在这组牌里边，我看到现在的你们的话，可能状态依然是被束缚的，不自由的，但是你们内心是极度渴望自由的，你们在努力的寻找一个平衡点，对，一个自由和稳定之间的平衡点。天秤座它带来的一种平衡。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的你们一定会大胆的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们一定也会以后成为一个类似于冒险家、创业者、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自由艺术家的这种身份，要么你们就会踏上这种在抽象的精神世界里边追求自我的这种道路。对，所以说这组牌这组牌的信息给我的感觉是最不确定的。对，说明你们的未来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但是唯一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你们会比一般人有着更为深刻的觉察力，那这种觉察力会最终帮助你们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或者说真正渴望的一些东西。而当你们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以后呢，你们就会想办法去得到。那么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你们就算充分的燃烧了自己的青春，那人生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对，所以说我看到你们会坚定的踏上追求自我的这种道路。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